解深密经说，你看到的世界有3层。上一期我们拿到了阿赖耶识这个密码，那只是半张地图。今天另外半张来了，阿赖耶识回答的是意识的底层硬件长什么样。今天这一期回答的是这个硬件上面跑的软件是什么逻辑。更重要的是，怎么给这个软件打补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先帮大家做一个极简回顾。这个系列从阿含经开始，我们先听了佛陀亲口说的四圣谛和缘起法，然后进入般若系统，花了3期拆金刚经、心经和大般若经的压缩逻辑，又花了2期啃龙树的中论、8部中道和4句否定。到了法句经喘了口气。上一期进入解深密经，拿到了阿赖耶识。现在你手里有了一套完整的工具，般若给了你一双穿透力极强的眼睛，让你看到一切事物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。中论把穿透力推到极限，连空本身都给你空掉了。但是很多观众在评论区问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，我总结一下就是：好，我知道一切都是空的了，然后呢？我明天早上醒来还是得上班，还是得还房贷，还是得面对那个让我头疼的同事。空能帮我处理这些吗？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，因为这恰恰就是解深密经的核心使命，把般若留下的那个然后呢给填上。经文里有一位叫德本的菩萨，他代替所有人问了佛陀一个问题，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：世尊，您之前说一切法无自性，一切都是空的，但我观察这个世界，明明有山有水有人有事，我看到的这些到底是什么？如果全是空的，那我现在看到的这一切又是怎么回事？佛陀的回答就是三自性。注意，三自性不是3种东西，它是同一个现实的3个层面。就像你看一杯水，物理学家看到的是氢氧分子的布朗运动，口渴的人看到的是解渴的东西，诗人看到的是流动的时间。水没变，但你用什么框架去看，决定了你看到什么。第一层，依他起性。依他起3个字就是字面意思，依赖其他条件而生起。一朵花为什么会出现在你面前？因为有种子，有土壤，有阳光，有水，有合适的温度，有传粉的昆虫，有你这个观察者站在这里。把任何一个条件拿走，这朵花就不成立。这就是依他起，一切现象都是因缘条件交织在一起的产物。你注意，这不是般若重新说了一遍，般若说的是无自性，重点在否定花没有一个独立不变的花性。依他起说的是它确实在运作，重点在肯定因缘之流是真实发生的，只不过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主体。打个比方，般若是外科医生，他的工作是切除肿瘤，但切完之后伤口怎么缝合，身体怎么恢复，那是另一套知识。依他起就是那个缝合和恢复的方案，他告诉你，空不是一片虚无的废墟，空的世界里依然有精密的因缘网络在运转。第二层，遍计所执性。这一层是最有意思的。遍计就是到处分别计较，所执就是执着的对象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的大脑在因缘之流上面自动叠加了一整层故事。给你举个例子，你走在路上，天快黑了，地上有一条绳子，你的大脑在0点几秒之内就告诉你那是一条蛇。你吓了一跳，心跳加速，想绕路走，但你走近一看，是一条绳子。蛇从头到尾就不存在。绳子是什么？是依他起，真实的因缘条件。蛇是什么？是遍计所执，你的意识在因缘数据上面投射出来的幻象。注意，佛陀没说绳子是假的，绳子是真的。他说的是蛇是假的，翻译成日常生活就是事件是真的，你给事件编的故事是假的。你的同事开会的时候打了个哈欠，这是依他起，他可能昨晚没睡好，也可能午饭吃多了犯困，但你的大脑在0点几秒之内就编好了一部短剧。他是不是觉得我的方案无聊？他是不是已经准备反对了？
这个短句就是变记所值。你那个下午所有的焦虑和不安，全都建立在一部你自己编的短句上面。有观众在评论区说过一句很精准的话，把我很焦虑换成我观察到某些超出控制的变量。这个置换本身就是在做一件事，把变记所值的标签撕下来，回到依他起的事实层面。你不是在骗自己，你只是在清除那层自动叠加的滤镜。第三层，圆成实性。圆是圆满，成是成就，实是真实。当你看穿了变记所值是你自己编的，同时你没有否认依他起的因缘之流，你就触及了圆成实，如实的看到一切本来的样子。这里有一个极其微妙的点，圆成实不是你看到了一个新东西，它不是依他起之外的第四层、第五层，它就是依他起本身，只不过你把变记所值的那层滤镜拿掉了。好比你戴了一副有色眼镜看世界，看了几十年，以为世界就是那个颜色的。有一天你摘下眼镜，世界没变，但你看到的颜色变了。那个摘下眼镜之后看到的世界就是圆成实。般若给你一双看穿幻觉的眼睛，三自性给你一张现实的地图。般若做的事情是告诉你，你戴了眼镜；中论做的事情是证明你戴的这副眼镜100%是多余的。三自性做的事情是告诉你，眼镜长什么样，世界本来长什么样，摘下来之后的视觉是什么感受。一个负责诊断，一个负责治疗方案。但是如果你听得仔细，你会发现一个矛盾。般若系统明明说一切法无自性，什么都是空的，现在三自性又说有依他起在运作，有圆成实可以证得，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？解深密经里有一位叫圣义僧的菩萨，他替所有人问了这个问题。佛陀的回答特别精彩。他说，我之前说一切法无自性，不是一刀切的说什么都没有，我说的是3种不同层面的无自性。变记所值是相无自性，蛇从来就不存在，它的相本身就是假的，所以说它无自性。依他起是生无自性，神字确实存在，但它不是凭空蹦出来的，它依赖因缘才能升起，它没有自己生自己的能力，所以也叫无自性。圆成实是圣意无自性，不是说圆成实没有自性，而是说它超越了你用概念能抓得住的那种自性。它不是一个你能拿在手里说这就是真相的东西。你看，般若说的空和三自性说的有其实不矛盾。般若从否定的方向清除障碍，三自性从肯定的方向描述实相。就像同一座山，般若从北坡登顶，三自性从南坡登顶，站在山顶看到的风景是同一个。到这里，解深密经的理论部分就讲完了。但这部经最厉害的地方不在于它的理论有多精密，它最厉害的地方是理论讲完之后，紧接着就给出了操作手册。这个操作手册在经文的分别瑜伽品里。提问的人是弥勒菩萨，他问的问题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：世尊，道理我懂了，你能不能告诉我具体怎么练？佛陀的回答是2个字：止观。止梵文叫奢摩他，观梵文叫毗婆舍那。这2个词你可能听过无数遍，但解深密经里的讲法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独特之处，他把止和观直接锚定在了三自性上面。止是干什么的？止是让你的变记所值暂时安静下来。你的大脑就像一面湖，风不停地吹，水面一直在起波浪，每一个波浪就是一个念头，一个故事，一个判断。止的训练就是让风停下来，让水面平静。注意，止不是把水抽干，水还在，因缘之流还在，你只是不再往水面上扔石头了。观是干什么的？观是在水面平静之后，清清楚楚地看到水面下面的东西。看到什么？看到依他起的真实面目。因缘是怎么组合的？念头是怎么升起的？情绪是怎么被触发的？没有变记所值的干扰，你对因缘之流的观察就变得异常清晰。止和观是2步吗？不是。佛陀在解深密经里特别强调，止观最终必须双运，就像鸟的2只翅膀，缺一只就飞不起来。如果只修止不修观，你会变得很安静很舒服，
但你没有智慧，你只是在享受一种精神上的麻醉。如果只修观不修止，你很聪明，看得很清楚，但你的心不稳定，像端着一碗水走路，走2步就洒了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让你做一个实验。就现在，你听到我说话的这个瞬间，你能不能用3秒钟的时间，不分析，不判断，不编故事，就只是听我说话的声音本身，不想这句话什么意思，不想你同不同意，不想下一句会说什么，就只是听3秒钟。好，如果你刚才真的做了，哪怕只有1秒钟，你体验到了只是听，那1秒钟里发生的事情就是止观的最微型版本，不分析不判断就是止的微缩版。你让编故事的机器暂停了一下，清楚的听到声音就是观的微缩版，你的感知变得更直接更鲜明了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在那1-2秒钟里，声音好像比平时更清晰了？那就是遍计所值暂时退后一步之后，依他起的面目变得更清楚的感觉。这不是玄学。耶鲁大学的贾德森·布罗尔团队在2011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研究发现，长期冥想训练的人，大脑里一个叫默认模式网络的系统活跃度显著降低。默认模式网络是什么？就是大脑里负责编故事的那套系统。它负责反刍过去，想象未来，自我评价，担心别人怎么看你。当这个网络安静下来，大脑对当下感官输入的处理变得更加高效。换句话说，科学观察到的现象和佛陀2500年前描述的止观效果指向的是同一件事。当你停止编故事，你对现实的感知会变得更真实。但佛陀在解深密经里特别加了一个警告。弥勒菩萨问，修止观的时候，会不会出现某些特殊的体验？佛陀说，会。你可能会看到光，可能会感到全身轻飘飘的，可能会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和喜悦。然后佛陀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这些体验全都是依他起。你如果把它们当成我开悟了，或者我得到了特殊能力，那就又掉进了遍计所值。你看到了吗？三自性不只是一个理论框架，它是一个实时运转的防骗系统。它时刻提醒你，无论你在修行中遇到什么体验，先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是在看到依他起的事实，还是在上面又叠了一层遍计所值的故事？这个防骗系统在日常生活中同样好用。你升职了，很开心，开心本身是依他起，因缘条件凑齐了，多巴胺分泌了，这是真的。但如果你的想法是我终于证明自己了，那些看不起我的人现在怎么说？这些就是遍计所值。你在一个生理事件上面叠加了一整套关于自我价值的叙事。你被裁员了，很痛苦，痛苦本身也是依他起。生存威胁触发了皮质醇和杏仁核的应激反应，这也是真的。但我的人生完了，我果然就是个失败者，这些又是遍计所值。不是说你不该有情绪，情绪是依他起，它是真实发生的生理现象。三自性要你做的不是消灭情绪，而是在情绪升起的那个瞬间多看一步。情绪是真的，我给情绪编的故事未必是真的。你可以现在就试一下，回忆一件最近让你生气或者焦虑的事情，不用回忆太久，就3-5秒。好，现在问自己一个问题，那件事本身和我当时给那件事编的故事是同一个东西吗？如果你能在回忆中把这2层分开，哪怕只是模模糊糊的感觉到它们之间有条缝，那你就已经在做止观了。不需要蒲团，不需要深山，不需要盘腿，在办公室里，在地铁上，在跟人吵架的间隙，只要你能在那个瞬间多看一步，止观就已经发生了。这就是解深密经止观教导最了不起的地方。它不是把修行放在生活之外，它是把生活本身变成了修行的道场。每一次情绪的升起都是一次练习的机会，每一个让你不舒服的人都是一面帮你照见遍计所值的镜子。解深密经的分别瑜伽品还有一个特别值得说的教导。佛陀告诉弥勒菩萨，修止观有一个关键原则，就是你观察的对象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东西，而是一切法的共同特征，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。
你不是盯着一个呼吸、一个佛像、一个咒语，你是在任何对象上面看到它的依他起本质和你的遍计所执倾向。对象是手段，看穿才是目的。这就是解深密经和很多其他止观教导之间最大的区别。它不只是教你一个打坐的技术，它把止观和三自性整合成了一个闭环。三自性告诉你现实的结构是什么，止观告诉你怎么亲自验证这个结构，理论和实践在这里合一了。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，3年前我开始密集的跟 AI 对话，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当我给 AI 一个模糊的问题，它的回答也是模糊的。当我把问题问得非常精准，它的回答质量会跃升一个级别。后来我意识到，这跟止观的逻辑是一样的。模糊的提问就像一面有波浪的湖，你往里面扔什么石头，看到的都是扭曲的倒影。精准的提问就像一面平静的湖，你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水面下的东西。止就是让你的提问变得精准，观就是在精准的基础上看见答案。不管你面对的是 AI 还是你自己的内心，这个原理是一样的。说到这里，我想帮你梳理一下，从这个系列开篇到现在，我们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。阿含经给了你缘起的基础认知，般若系统给了你穿透幻象的眼睛，中论把穿透力推到了极限，然后解深密经做了一件关键的事，他在般若清除的空地上重新建起了一套精密的描述系统。这套系统告诉你，空不是终点，空是起点。在空的基础上，有依他起的因缘之流在运转，有遍计所执的故事在自动叠加，有圆成实的如实了知在等着你。而止观就是从知道到看见的那座桥，但这座桥还只是一个框架。解深密经给了方向，但具体的精密地图呢？80到底怎么运作？种子的规则是什么？从凡夫到觉醒到底要经历哪些阶段？这些需要一部更厉害的作品来展开。那部作品只有30首寄语，但每一首都浓缩到了极限。它叫唯识30颂，是唯识学的宪法。你觉得三自性这个框架放在你自己的日常生活里，最难的是哪一步？是知道遍计所执存在，还是在它升起的瞬间能够看见它？这两者之间的距离，也许就是闻思和修之间的那道鸿沟。我是王立杰，我们下期见。